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总统拜登提名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填补了该职位1年多以来的空缺。有分析指出，此次让从事外交工作数十年的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意味着美国的对华外交发生了认知转型。拜登显然已意识到中美之间存在许多外交的技术性问题，必须由专业外交官处理。The yeas are 75, the nays are 18. The nomination is confirmed. 据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以75票赞成、1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总统拜登提名的前资深外交官、哈佛大学教授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去年10月，美国前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宣布卸任，他的副手傅德恩代理其职务。在傅德恩于今年7月离职后，美国并未任命新的驻华大使，而是派出时任国务院经济局分管贸易政策与谈判的副助理国务卿米德韦临时接手，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大使一职的空缺时间如此漫长，让外界对最终人选充满好奇。8月20日，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总统拜登决定提名尼古拉斯·伯恩斯为新任驻华大使。如今参议院表决后，这一任命算是正式敲定。This is a tough posting, as we all know at the current time. We've got a lot of issues that exist between us and China, and certainly Ambassador Burns is the one to carry our water there. 现年65岁的伯恩斯共执过从里根到小布什的4任政府，算得上美国政坛的熟脸。作为职业外交官，伯恩斯的仕途起于外交，也始终围绕外交。他硕士求学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进入美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实习，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克林顿任总统期间，他是美国驻希腊大使；小布什总统任内，他是美国驻北约大使。2005年至2008年，伯恩斯出任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白宫发布的简历称，在此期间，他就阿富汗、伊朗、朝鲜等有关地区问题与中国政府有过诸多沟通。在阿斯彭学会工作期间，他曾参与组织一场该学会与中共中央党校之间的政策对话。作为驻华大使，那么他应该是从这个简历上来讲是完全胜任的。但是呢，由于他所面临的这份工作，实际上是最艰巨的一项工作。伯恩斯要想执行美国政府的一种强硬的对华政策，同时呢，他要作为大使，他要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的这个双边关系。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报道，伯恩斯和现任总统拜登关系密切。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他曾作为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参与其中。多年来，也一直与拜登最信任的顾问成员有密切合作。比如，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参议员马克思·鲍克斯指出，拜登政府需要任命一位让人们能赞叹的人选，向世界展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且这个人要能够代表总统进行谈判，而不是只传话的人。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国际经济主任本斯泰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伯恩斯这样一个够格做国务卿的人被提名当驻华大使，说明拜登政府对这个职位有着极其严肃审慎的态度。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指出，近30年间，驻华大使之任都被视为是回报对选举有功之人的一种政治酬劳。出任者多为熟悉中国事务的中国通，或者是支持与中国商业关系的政治人物。此次让从事外交工作数十年的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意味着美国对华外交发生了认知转型。拜登显然已意识到中美之间存在许多外交的技术性问题，必须由专业外交官处理。自中美建交以来，在12位美国驻华大使的交替过程中，大使职位像这次空缺这么长的情况极为罕见。以任命时间计算，在此之前，美国驻华大使交接最长的间隔时间将近7个月。2009年8月11日，洪博培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接替2009年1月20日离任的雷德。之后的几任大使交接的时间间隔都较短，最长不超过6个月。就在拜登提名伯恩斯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的同日，他还提名了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伊曼纽尔为美国新任驻日本大使。有分析指，美国驻华大使任命的迟缓，既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导致拜登政府不得不审慎安排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外交人士，也因为美国政府重要官员任命程序繁复，很多人事任命受制于国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伯恩斯驻华大使任命的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再度使出惯用手段，将34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将8家中国企业列入军工复合体清单。理由还是所谓的监视少数民族，用技术协助军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综合美国媒体报道，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认定的8家中国公司中，深圳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也赫然在列。根据美国政府规定，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将受到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被列入军工复合体清单的公司将不允许美国人投资。这个列出这组制裁名单，说明美国呢依然是找借口来对华政策中呢采取强硬的一面。中国的这些企业是吧，都是公开性很强的、透明度很强的，并没有说是和中国的军工有什么密切的联系。他这么做呢是捕风捉影，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些手段来这个限制中国这个高科技的发展，限制中国经济的这个迅速增长，防止中国超越美国，这是他的根本目的。周五早间，多家被列入上述清单的中国企业作出回应，称对于被美国财政部纳入上述清单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认为美方完全无视事实，做出毫无依据的指控和决议，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更罔顾全球投资者的正当利益。而在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对于美方的行为也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捏造各种借口，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无理打压中国机构和企业，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美方的行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损害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利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参议院也在同一天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案，法案周二已在众议院上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拜登签署成法。这部法案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拟定一项清单，列举出禁止流入美国市场的涉疆商品。法案写明，除非得到美国政府机构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涉及所谓强迫劳动，被禁止进口。美国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剑指中俄，其中包括多个涉台动议，正加大台海军事摩擦风险。美国外交杂志警告，华盛顿正在为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摩擦做准备。对此，国台办周五表示，这是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玩火者必自焚。同时也正告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以武具统治，会将台湾推向灾难。如果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实际上，美军对于在台海挑事也难掩忐忑，他们甚至计划用软件工具来预测中美间的摩擦，确保美国的相关行动不会在无意间惹恼中国。当地时间1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结果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意味着该法案于上周在众议院通过后，离成为法律只剩下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这最后一步。该国防预算总额7680亿美元，比特朗普最后一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多300亿美元，也比拜登团队要求的多了240亿美元。为了通过这份法案，美国议员大谈特谈中国和俄罗斯带来的挑战。在法案中，从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到增加投入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装备，大量内容都剑指中俄。今年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就包括有多个涉台动议，比如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军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并要求美国防长递交台湾防卫能力评估报告，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当局合作等。新华社的分析认为，巨额的军火利润推动战争利益集团从根本上绑架美国政策。如果没有战争，军工复合体会成为美国财政的巨大负担。因此，美国必须好战。刚刚要离开阿富汗，马上就开始针对中国在台海挑事端。美国在整个亚太方向上，那么下一步，一方面呢，将会通过比如说军事演习呀、
包括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军事合作呢，把一些盟友更紧密地拉在自己身边。那么这其中肯定要包括日本呐、印度啊、澳大利亚。那么当然呢，除了这种军事演习之外，美国在这个区域其实一直在加强自身的基地建设。那么五角大楼的军费呢，当然我们讲最后呢会很快地流入到美国的这些军事工业复合体和国防承包商手里面。美国外交杂志周三警告，华盛顿正在为与中国的摩擦做准备。评论说，美国国防部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领导人已指示军方制定可信的计划来协防台海。如果发生冲突，将是长久和混乱的，为和平进程带来严重困扰。不过，一向以美谋独的台湾民进党当局听闻这个消息，连声道谢。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周四宣称，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安全承诺的支持。对此，台湾网友忍不住吐槽：被当成马前卒了还要感谢，被卖了还要帮别人数钱吗？事实上，民进党上台以来，对美军购案连创新高。仅2020年1年，台湾地区就为美方贡献了118亿美元军售业绩，成为当年美国对外出售武器的最大客户。台立法机构12月6日审议当局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该预算案总经费新台币2373亿元，全部以举债来支付。连年庞大的军购数字势必会极大地挤压岛内民生预算，给台湾民众造成沉重的负担。而近期，台湾再次被一款美国武器给坑了。作为涉水突击的关键装备，美军2栖战车日前却被禁止下水了。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报道，美海军陆战队周三宣布，除紧急情况外，其现役的 AAV-7型2栖突击车被禁止下水，只能参与陆上任务。美国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格雷格·奥尔森承认，不但 AAV 2栖突击车有漏水问题，甚至是整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栖突击车都无法满足作战标准。美国动力网站称，陆战队将问题归结于 AAV 服役时间过长。这种2栖突击车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服役，并广泛参与了美军的全球作战行动。超期服役、高强度部署和使用过度，最终导致这种2栖突击车陷入不敢下水的窘境。这个就说明了 AAV-7这款车辆，至少现在美军手里的这些车辆，在实战中那么是很不可靠的。这种很不可靠，不是说在遭遇敌方火力的情况下，而是遭遇简单的风浪的情况下，都可能出现严重的人员伤亡事故。所以现在我们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无奈的让 AAV-7暂时的就退出战场。但是同时呢 ，AAV-7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继无人。所以现在对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讲，那么2栖车辆这块，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空白，而且这个空白什么时候能够补上呢，还是个未知数。值得注意的是 ，AAV-7还被出口到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地。前不久，有日本版海军陆战队之称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就动用了 AAV-7，参与所谓夺岛演习。台湾同样拥有约68辆 AAV 2栖突击车。AAV-7被台军吹嘘机动打击力强大，要担负舟波抢滩登陆，承载着有事之时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幻猛。台军在介绍最近下水的玉山号登陆舰时，曾得意地宣称，该舰能够搭载多辆 AAV 2栖战车，可以与解放军展开南海岛礁的争夺战。而现在，同型装备在美国手中被百般嫌弃，而台湾还要把这款火力弱、防护差、水上航速有限的2栖装备当成宝贝。一段时间以来，美军频繁在中国周边活动挑事，是地区局势紧张的主要责任方。对此，美军也心里忐忑，他们甚至计划用软件工具来计算中美间的所谓战略摩擦。美军驻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指挥人员设计了一个新型软件工具，用来预测中国政府对美国在该地区行动的反应。这些行动可能包括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售行为、由美国支持的军事动作、美国议员窜访台湾等。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这将确保美国的相关行动不会在无意间惹恼中国。路透社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本周二访问驻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时，听取了对这一新型软件工具的介绍。报道介绍说，从2020年初开始的一系列数据都将作为该软件的分析基础，以评估影响中美关系的重大活动。美国官员称，软件将进一步帮助美国政府提前评估未来4个月的行动计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分析指出，这一工具的出现反映出美方对华频频挑衅背后的不安心理，但软件工具无法准确衡量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这一工具发挥的作用将非常有限。
他们可能在战术或者说是在这个战役战略上面，应该来讲能拿出一些很好的方案，但是在大战略层面上，更多的呢还是沦为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政策或者其他一些措施的背书啊，最后在实际的决策层面到底有多大可参考的意义呢？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好，现在为你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学你好。美国副防长希克斯周二在美国印太司令部听取了战略摩擦软件的汇报。据说这项软件可以让美国提前4个月对未来的计划进行评估。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我觉得这个新闻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据说这项软件是为了要对中美的战略摩擦进行评估和预测。预测什么呢？就是美国在什么情况下不会惹怒中国。第一个看点就是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判断已经到了使用软件这样的水平了吗？或者说美国的研究已经可以窥测未来了吗？我认为这是美国军方或者政策界的一种懒惰。众所周知的是，作为研究或者学术探讨来说，发篇论文需要理论和研究的工具，甚至需要很多的假说。但是进行情报和战略的分析与判断，似乎没有人迷信什么假说之类的。第二就是美国设计的这项软件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做什么事情可以不惹怒中国，甚至是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就是在拜登政府所设计的没有冲突的竞争的框架之下，对华进行试探和极限施压。从中可以看到什么呢？美国不敢也不愿意，或者说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发生冲突，但是又不知道美国可以在什么程度对中国进行施压。美国自己想去试探红线和底线，而不听中国一再释放出的信息，我想这是自欺欺人。中美关系在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例子，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不相信中国的战略意志，结果遭遇了惨败，教训也是足够深刻了吧。第三，国际关系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人脑尚且不能理解，何况是软件呢？另外，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黑天鹅事件，各种的意外，而软件和数据不过是以假设的理论和现存的数据作为依据，以过去来预测未来。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格局处于历史性的巨变。美国要真正的管控危机，维持战略稳定，最需要的是倾听中国释放出的信息，尤其是中国一再提出的警告，而不是迷恋所谓的软件。软件不能够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不能够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结果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项高达7680亿美元的法案要比去年增长了5%。那美国都结束了阿富汗战争，为什么还要增加军费开支呢？财政预算是骗不了人的。拜登政府的国防开支不但没有因为结束阿富汗战争而减少，反而在增加，说明什么呢？拜登誓言自己的外交和战略要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服务，难道美国的中产阶级都是军工利益复合体的一员吗？拜登嘴上喊着为了美国的中产家庭服务，实际上还是为了军工利益集团。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尤其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形成了一个冷战国家机器。这台机器在冷战结束之后并没有解体，而是四处寻找敌人。借助20年的反恐战争，这台机器不断的升级换代，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也许想进行战略收缩，但是美国并没有停下寻找威胁。国安助理沙利文就说，美国历史上只批准了2个特定的地区安全倡议，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威慑倡议和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这些所谓的倡议其实不过是给军费拨款寻找借口，与美国的安全毫无关系。此外，我们从美国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能够看到美国政治经济的逻辑，一个是泛安全化，将几乎所有的问题进行安全化的动员，从经济到技术到互联网到太空等等，好像美国已经兵临城下。在这样的气氛之下，美国似乎才能够团结起来，才能够把国内的一系列问题掩盖起来。二是美国的军工产业独大，美国的学者波特就认为，美国军工产业的溢出效应非常有限，膨胀的军工产业挤压了美国其他产业发展的空间，这何尝不是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一个原因呢？没有基础设施的投入，美国的港口内的集装箱堆积成山，
但是美国宁愿继续给军工复合体输血，也不愿意改善一些国内经济发展的微循环。好，谢谢孙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周三，刚上任一周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其首份政府报告，阐释新政府内外政策，其中有关对华政策的最新表述引发高度关注。与此前执政联盟公布的被认为是史上对华最强硬的协议文本内容大为不同的是，舒尔茨在新报告中强调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呼吁对华采取务实态度。外界关注，在德国联邦政府史上首次3党联合执政的情况下，在美国打着价值观旗号，极力拉拢盟友对抗中国的背景下，舒尔茨带领的德国新政府能否延续务实平衡的对华政策呢？来看报道。舒尔茨在发表上任后首份政府报告中，用时1个半小时阐释新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推动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以及加强欧洲团结等方面政策。演讲中，舒尔茨首次以总理身份阐述的对华政策引发关注。他承认中德两国存在分歧，但舒尔茨话锋一转，表示这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国际力量的协调中占据重要位置。舒尔茨强调，中国是德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德方愿与中方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军备控制等影响全人类的领域开展合作。舒尔茨继而呼吁对华采取务实态度，指出我们对华政策必须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外界注意到，舒尔茨的对华态度近期发生了几次变化。11月24日，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以及绿党、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在公布的执政联盟协议文本中，多次出现涉台、涉港、涉疆内容，公然踩踏涉华红线，还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德国史上对华最强硬联盟协议文本，德国对华政策恐怕要变天。不过，12月7日，在就职前一天，舒尔茨的态度却与文本截然不同。他表示将会密切关注同中国的合作，直到上台7天后，舒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首份政府报告中，将务实作为对华态度的基调。舒尔茨政府的这个务实的对华政策，跟舒尔茨本人的对华立场是直接相关的。因为舒尔茨这个人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一直是比较务实的，他也来中国访问过，对中国比较了解，有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认识。当然呢，跟德国本身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关系，因为中国市场是德国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德国联邦政府此次换届，史上首次迎来3党联合执政，这给德国的对华政策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观察指，德国新政府3党面临不同诉求，在某些议题上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政策主张。在对华政策上，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相对友好温和，而自民党和绿党更强调价值观外交，多次炒作涉华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就表示，中方重视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希望德国新政府延续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把精力用在推动中德各领域务实合作上。不管是社民党也好，绿党也好，还是自民党也好，所以他们的对华立场都是在大体上都是这个3个方向：跟你竞争、跟你合作、跟你对抗，所以都会有的。这个未来整个德国政府的对华的这个竞争与合作这些方面呢，这个是他们内部是需要去进行这个内部协调的。在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上，新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的态度也格外值得关注。12月初，以绿党主席身份作为后任外长的贝尔伯克，在接受德国日报采访时，就说出了很多颇具争议性的言论，公开宣称自己一上任后就会对华采取强硬的外交路线。他还建议欧盟禁止进口新疆生产的产品。贝尔伯克还声称，尤其是在未来的技术领先地位方面，德国与中国是竞争对手。不过，不到1周后，已经履新的贝尔伯克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周日，贝尔伯克在首次参加这些国家外长会时，主动向其他外长介绍起了对华政策。他说：“中国是我们欧洲人和这些集团的共同伙伴。现在德国的态度就是要在公平和保证人权的情况下，能和中国达成合作。”在谈到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上，贝尔伯克的说法也有所不同。
他表示，自己就是体育运动爱好者，而奥运会作为一项定时举办的体育庆祝活动，应该尊重运动员，不要浪费他们可能长达数年的努力。他既会跟美国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比如说在人权领域啊、政治性的领域啊，甚至在某些安全的领域，比如说在印太政策方面，他可能会一定程度上追随美国。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其他领域，比如说经贸领域、全球治理领域，热点这个全球热点地区的这个解决的一些问题上，我想德国它会有自己的立场。在乌克兰紧张局势不见降温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俄罗斯已向美国提出倡议，让北约不要接收乌克兰。不过，这一提议马上就遭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回绝。那么，为何斯托尔滕贝格一方面对俄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又呼吁召开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为局势降温？日前召开的欧盟冬季峰会也就乌克兰局势进行商讨，但为何成员国难以就制裁俄罗斯的决议达成一致？来看报道。连月来，俄乌边境紧张局势不断恶化。美国和乌克兰情报机构宣称，俄罗斯将在2022年初向乌克兰方向派遣多达17.5万名士兵，涉及100个营级单位的战术群大规模调动。对此，俄罗斯多次否认有关侵略行动的指责，表示有关俄罗斯侵略的说法被当作借口，以便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更多北约军事装备。在美俄两国因乌克兰问题而关系高度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俄罗斯已向美国提出安全保障倡议，希望美国和北约能够积极响应。当天，美国助理国务卿唐弗里德到访莫斯科，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举行了长约40分钟的会谈。尽管俄美政府尚未披露倡议的具体内容，不过俄罗斯消息报披露，俄罗斯在倡议中要求北约放弃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做出的承诺，放弃让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此外，俄方要求从法律上保证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不会在俄邻国部署威胁俄罗斯的武器。现在呢，明确地开出了安全保障方面的一系列条件，其实是对近一时期俄美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涉及到乌克兰的问题上，美国不断地对俄罗斯进行攻击、进行指责，而西方阵营在统一对俄罗斯的立场，所以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必须要进行应对的一种回应。事实上，俄罗斯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提出安全倡议。俄外交部本月10日也发表声明，对这些倡议进行阐述，包括要求北约将军事演习区设在远离俄罗斯与北约接触线的地区，希望双方设定军用飞机和船只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区域执行任务时的安全距离，恢复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防务部门间的定期对话等。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和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三通电话时，也曾建议立即就俄安全保障倡议进行谈判。针对拜登表态要和普京年内再举行会谈，俄罗斯方面也表示存在这一可能。其实双方之间的沟通还是比较频繁的，都反映出不管关系如何紧张，但是呢，进行沟通成为了俄美两个国家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防止失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在近一时期，双方进行的领导人的视频会晤，其实呢是针对乌克兰局势不断的升温，近一时期有可能出现局势失控所进行的一次应急的行动。那么双方之间现在又传递出信息，希望能够再次进行元首视频会晤，恰恰说明的是，目前不管是对俄方还是对美方，关系失控都是双方不愿意看到的。就在俄罗斯向西方密集喊话的第二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后，拒绝了俄方要求，称北约不认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因此北约不会向俄罗斯妥协，还将继续扩大进程。不过，外界注意到，斯托尔滕贝格一方面对俄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又呼吁召开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为局势降温。And we reiterate our invitation to Moscow for a meeting of the NATO-Russia Council, because dialogue is even more important when tensions are high. 本届欧盟冬季峰会，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是各方讨论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的影响、乌克兰的游说下，多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对俄实施进一步经济制裁，但欧盟方面不会明确具体的制裁措施。根本原因就是欧盟内部仍对如何对待俄罗斯存在分歧。
与美国关系匪浅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强硬要求，欧盟必须对俄罗斯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制裁措施。而爱尔兰总理马丁则指出，与俄罗斯的分歧应当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欧盟国家能源价格上涨，以德国为首的部分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和其他商品的依赖远高于美国，因担忧天然气断供，他们不会急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从欧盟的角度来说，是担心局势失控的。那涉及到天然气的问题，应该说现在欧盟内部确实是有不同的声音。老欧洲的国家，包括像德法这样的重要的欧洲大国，在他们看来，与俄罗斯之间合作和相互之间的斗争是并存的，尤其是与俄罗斯管控分歧是现在欧洲的刚需。但是同时我们会注意到的一些所谓的新欧洲的国家，他们反俄、疑俄甚至是恐俄的情绪还在不断发酵的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种在安全的议题上无法同轨的情况之下，在欧洲内部出现更多的分裂，造成更多的不同的意见，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将使未来欧盟与俄罗斯打交道、与俄罗斯相处变得更加的艰难，也会造成更多的安全上的困境。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俄总统发言人周四宣布，已向到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递交俄方安全保障倡议文本，并称希望很快就此与美国及北约磋商。那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美俄呢就乌克兰紧张局势进行的一连串的紧张战略博弈的延续。那么俄方文本呢是俄罗斯副外长亚布科夫在莫斯科会见来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卡伦·唐弗里德时提交的。而在周三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顾问乌沙科夫也就这一倡议文本呢，和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进行了电话沟通。当然了，在此前美俄总统视频会晤中两位元首已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直接交锋。那么拜登对俄乌边境局势严重关切，而普京呢则强调俄方的红线所在。那么俄乌这一轮紧张局势的引爆点是美国情报部门指责俄方在毗邻乌克兰的地区大举屯兵。那美方指控的军力数字有多个版本，其中最高呢达到17万。美方预言俄罗斯最快下月就会兵发乌克兰，而俄方呢则提出2大核心要求：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美以及北约盟国呢不得在乌克兰境内部署战略武器。那普京在视频会晤中就再次要求美国及北约就此呢提供有约束力的法律保证。那俄方提交的这个倡议文本就是这2大核心要求的书面化。那佩斯科夫呢昨天在莫斯科也宣称，副外长亚布科夫可以随时就安全倡议文本和美国及北约展开磋商，但是呢他也强调磋商应该在中立的第三国进行。那么对俄方提出的谈判动议乃至倡议诉求，美国及北约他会不会接招呢？我们知道拜登在视频会晤中他是拒绝承认俄方红线的。那助理国务卿卡伦·唐弗里德他在到访莫斯科之前，乌克兰首都基辅政治圈呢热传一段推特视频。那这位助理国务卿在视频中断然否认美方会对俄方的安全保障诉求做出妥协。所以接下来磋商对话能不能进行，恐怕呢还是要看美俄进一步博弈互动的结果。至少就现阶段来说呢，我们还看不到双方立场松动的迹象。那至于美方情报机构所谓对乌战事最快下个月打响的这个预言，包括乌克兰外长在接受美国 CNBC 采访时所谓军事入侵分分钟都会发生的这种警告，他的一个夸张说法是 in the blink of an eye。那在我看来呢，这些都是决然成真的推演，是所谓对俄施压的舆论战的喧嚣。那么这其中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是，美方有些个政客和媒体在刻意转移焦点，竟然呢将乌克兰问题和中方和台海问题在强行关联。为什么美方有人要搞这种毫无理据的关联炒作呢？在我看来这正是美方有些人、有些政治势力他们对华敌意与情绪的过度的投射。CNN 学者型大牌主播扎卡里亚，他今天在《华盛顿邮报》刊发个人专栏，标题很有意思，叫 The Puzzle of Joe Biden's Unpopularity， 所谓的拜登低人气之谜。那么扎卡里亚就说呢，在现当代美国总统中，拜登执政第1年的支持率倒数第2，低至45%，比他更差的只有前任特朗普。
那么扎卡里亚对此给出的几个解释，今夏从阿富汗逃跑式撤军呢，就排在一个显著位置。今天啊，《纽约时报》的一篇新闻分析呢，也以此为题，说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对美方海外信誉的一个广泛测试。美报就声称，逃跑式撤军给美国带来了信誉危机，乌克兰现在面对着困境选择，那么美国对他的承诺究竟靠不靠谱？但是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报分析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表述 ：Then there is China。然后呢，还有中国。前美军驻北约司令斯塔里迪斯就狂言说：“我认为中方将会关注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程度，那么这将会影响到中方对台海问题的评估研判。”知名智库学者葛莱仪他在接受美报采访时呢，更是宣称说，中方如果认定美国不军事介入乌克兰危机，就一定也不军事介入台海。我认为啊，这会构成误判。那么这两种事态是完全不同的。我想这是美方强行炒作台海议题的典型谬论，必须严厉谴责。中国最高领导人早已经多次重申，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那么外部事态当然不会对我们的决心、意志与能力带来任何的实质影响。葛莱仪啊，他对台湾问题关注研究多年，刻意无视它与乌克兰问题的完全不同，显然呢已经击破了学者的底线。台湾问题关乎中国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关乎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而乌克兰问题它则是牵涉美俄乌三国以及北约30个成员国的国际多边博弈，完全呢是两码事，强行扯到一起来说事，当然是其心可诛的。德国新总理在联邦议会发表首份政府报告，首次谈及对华政策，在承认分歧的同时，也释放一系列务实信号，强调中国是重要经济伙伴。那您对此有何观察？首份政府报告实际上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个判断，那么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关系还是呢可以看高一线。有德国政坛蓝版默克尔之称的新总理舒尔茨，他呢还是会延续德国的对华务实外交政策。德国新政府是3党联合组阁，被戏称为红绿灯执政联盟。那么此前呢，3党组阁协议中呢就已经多处提到中国，明确德国新政府将会以所谓的3个关系来定位中德外交，也就是伙伴关系、竞争关系和系统性对手。那么这和美方的所谓3分法有相似之处，但是呢，美方所谓需对抗时，对抗的这个调门呢就更高。那这份协议就强调说，德国应该在欧盟共同的中国政策框架下来发展对华关系，同时呢，加强美欧之间的中国政策协调。舒尔茨的前任默克尔在卸任之际曾经由衷说过，对于同某些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德国最初的态度可能过于天真，但是啊，在当今世界局势之下，德国以及欧洲都应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在我看来，对默克尔的天真说，作为继任者的蓝版默克尔，他显然早已经用心吃透了，深谙其中的味道。好，谢谢广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